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娘亲让我来这里接你。爹爹，谁啊？抱歉，吓到你孩子了。又做白日梦了。爹娘，我回来了。爷爷，外面好像有人敲门呢。哪有什么人？怕是野狗吧？小英，你快吃，爷爷去看一下。拍什么拍？显得你很能耐吗？阿丑，不是娘亲不待见你，你样貌丑陋，进去会吓到小英。这雪也遍地，寒风刺骨，你让我去哪里？管你去哪里，反正你弟没走就不准进家门。爹娘，既然你们这么不待见我，阿丑走就是了。天无绝人之路，我一定会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活法。韩莲，怎么感觉这么精神，都不饿了？哎，你是竹溪村韩家小子吧？这天寒地冻的，咋一个人走在雪地里？老人家好，我准备去城里逛逛。去城里？老头子听说你弟弟要回家过年，你不会是被嫌弃赶出来了吧？你也真是可怜，我要去鸡鸣山的道观送草料，那里山高路险，牛车上不去。我年纪大了，一个人搬着一车老草着实不易。要不顺路带你一程，你帮我搬一下老草上山，你看能行吗？没问题。鸡鸣山到了，麻烦你帮我搬一下头草吧。好。你小子倒是干活的好手，要不是面貌有些惊人，我都想把孙女许配给你了。怎么回事？不是约好今天送草的吗？怎么没人开门？怎么突然感觉有点冷？你们是谁？您是鸡鸣观的道长吗？我们是来送草料的，以前怎么没见过您呢？道长，老头子还有事儿，就不多做打扰了。去哪儿呢？饶命！跟我来。
你多大了19。19。吃下去看看吧。如果有灵根，兴许老夫能饶你一命；但要是没有嘛，就只能跟着满地尸体一样，成为本座练功的材料了。我今天恐怕真要交代在这里了。回想昨天，我还念着将来一定要出人头地，活出个人样来，却不成想，这一转眼就落到这般地步。外面的世界真的好危险啊！好啊，真是天助我也！没想到你这个丑八怪竟然也能觉醒灵根。前辈，您这下不杀我了吧？你不准笑，你笑起来太丑了，老夫看着想吐。这样就舒服多了，老夫说话算话，只要你觉醒灵根，就饶你一命。不过嘛，你得帮老夫办一件事情。您请吩咐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他们都叫我阿丑。阿丑？你没有其他名字？模糊记得有一个，不过已经好多年没人提起过了，叫韩林。韩林嘛，行，韩林，现在老夫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去办。我有一件宝贝，名叫血灵碗，因为某些原因，此碗落到了归元宗的手里。你要混入归元宗，打探血灵碗下落，并将其带出来。修仙，没想到自己竟有仙人之姿，这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虽然潜入归元宗偷东西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，但总比在凡尘三餐不饱，处处受人冷眼的好吧。偷血灵碗之事不过口头答应而已，若势不可为，大不了把这老家伙给卖掉，让归元宗的仙人来收拾对方就行了。晚辈一定尽力而为。不是尽力，是一定要发挥出你的作用。每隔3年出来给老夫汇报一次任务进度，但凡给老夫发现你偷懒，这是我的独门咒法，旁人不可能解得了。如果你表现不错，老夫自会帮你解除，否则定叫你神魂俱灭。是。如今误打误撞，既然觉醒灵根有望踏入仙途，但由枯雪老人在脑海中留下的咒法，如果不能完成任务，后果怕是不堪设想。算了，想这么多干什么？还是先想办法加入归元宗吧。至于后面的事情，等成为真正的修行者之后再想也不迟。他们怎么来了？不是说归元宗的要求是8到18岁，而且没有成家之人才有资格参加觉醒吗？诸位，老道姓张，是归元宗管事。今日来此的企图，想必大家都已经知晓了。接下来话不多说，请符合要求之人出列，站到老夫前面的空地来，其他无关人员全部往后退。那个，你也是来参加觉醒的？是的，前辈。你走上前来，既是参加觉醒，带着斗笠作甚？晚辈面貌丑陋，怕惊吓到别人。挑选仙苗重在资质，又不是选美，你去掉斗帽吧。是。
那不是竹溪村的韩林吗？他来凑什么热闹？是啊，就他那副丑样子，要是能成为仙人，这世上岂不神仙遍地走了？这混蛋，竟在这个时候跑出来丢人现眼！王八蛋，你跑这里来干什么？还不赶紧给老子滚回去！阿丑，你还嫌不够丢人吗？快走！两位，我不认识你们，麻烦你们离开，我要参加觉醒仪式。你说什么？你个王八蛋要翻天了是吧？老子怎么有你这么个不成器的玩意儿？还不赶紧滚！我们一家人的脸都要被你丢尽了！阿丑，你怎么能这么跟爹娘说话？赶紧给爹娘道歉，不然小心回去没饭吃。阿丑已经死了！就在除夕夜的那个夜晚，他冻死在冰冷的雪地里。我不是阿丑，我是韩离，请你们离开吧，不要干扰仙长。无关人员请离开，老夫要开始了。好，翅膀硬了是吧？行，今天老子就跟你断绝父子关系，以后你再也不准进我屋，家里的田地也跟你没有半点关系。我倒要看看，没有老子那碗饭你怎么活！没想到半个月不见，你竟变得这么有种，我倒要看看你这个丑八怪要搞什么名堂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他今年已经19岁了，这似乎不合条件吧？你当真已经19岁了？是的，仙长。仙长前辈，前些日子我在雪中受难，偶然捡到一株灵草和这块绿铜。这绿铜我看也很不凡，但不知何物，特来赠与前辈。韩林，这里有100两银票，是作为奖励。儿子，刚才是爹的不对，我真是一时冲动。弟弟年轻不懂事儿。林子，娘亲以前对你太刻薄了，现在想起来就心痛啊！你可千万不要记恨娘。虽然我从未在你身上感受到关怀，但如果最后再叫你一声娘亲，仙路茫茫，此一别，您就当我真的死了吧。阿离，娘，哥一番心意，你就赶紧收下吧。归元宗门下弟子上万人，是荆州最大的修行宗门，素有正道领袖的美称。管事大人，您回来了。他俩是老夫在双河镇寻来的仙苗，你给他们做一下入门登记吧。好的。登记之前，我要测一测你们的灵根品阶。如果灵根尚好，便有望得到宗门破格培养；如果灵根一般，那便只能从底层做起，靠自己一步步往上爬了。敢问前辈，什么样的灵根算好呢？灵根天赋好坏跟其纯度有关。单属性灵根者在修行界被称为天灵根，修炼起来无比轻松，消耗的资源也最少。双灵根者被称为地灵根，修炼起来也挺快的，但相比于天灵根却逊色不少。三灵根者就是普通灵根了，绝大部分人都在此列，需要有大机缘方可从人群中脱颖而出。至于三灵根以下，四灵根、五灵根，那就不用说了，这种在修行界被称为伪灵根和杂灵根。伪灵根者若有逆天机缘，或许还有望筑基，可杂灵根之人，别说筑基了，穷极一生恐怕也只能在炼气3层以下徘徊。总而言之，就是灵根属性越少，天赋就越好。原来如此啊！
早在鸡鸣关时，我就已经听哭穴老人说过灵根品阶之事了，只是那哭穴老人并无检测灵根的手段，所以还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何种天赋。这便是检测灵根属性的通灵宝剑，你把手贴在上面吧。金木土三灵根不算好，但也不算最差。前辈，那我这灵根能破格培养吗？金木土三灵根不算好，但也不算太差。三灵根只是普通灵根，还达不到破格培养的条件，得从杂役弟子做起。不过你若肯努力，这辈子还是有希望筑基的。这样啊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小何，赶紧给韩林也测了吧，老夫有些乏了，早点弄完回去休息一下。什么情况？九灵根，好像是的。怎么可能？这世上5灵根已经是最垃圾的了，怎么还会有9灵根？难道通灵宝剑坏了不成？没坏啊！你再测一遍。韩林，有些话可能有点难听，但都是实话。你要有心理准备。前辈您说。你这种天赋，别说我们归元宗，恐怕放在整个修行界也找不出第二个。这样的天赋，无论是吸收炼化灵气的速度，还是突破境界的难度，都要高出正常人不知多少倍。也许这辈子都没办法进入炼气1层了。与其浪费时间苦修，倒不如回到世俗平凡一辈子。这不是打击你，而是事实。当然了，老夫只是建议而已。如果你宁愿留在归元宗当一辈子杂役，我也不会强迫你离开，你自己选择吧。宗官大人，他这天赋留在宗门，怕是不好跟上面交代啊。交代什么？我们又没有给他特殊待遇，只是让他从杂役做起而已。他若能从宗门赚到资源，那是他的本事。宗门那么多3灵根、4灵根，谁又能保证自己将来一定筑基，成为宗门有用的人才？那倒也是。韩林，你自己选择吧。我选择留下。哭穴老人的任务没有完成，出去必定死路一条。就算没有哭穴老人，我也不会选择回去受人冷眼。更何况自己只是天赋差，又不是不能修炼，总会有办法的。行，既然你选择留下，那就如你所愿吧。小何，青龙河矿场不是差人吗？你给他俩登记一下，送到青龙河去吧。何师兄，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韩林师弟，岳青山师弟，这位就是青龙河矿场执事刘之虎。拜见刘执事。拜见刘执事。免礼。何师兄，这家伙哪来的？怎么生的半张黑脸？相貌天生，刘师弟何必以貌取人呢？不是以貌取人，只是这也太难看了些。就算宗门再缺人，也不用这般饥不择食吧？你这家伙，行了，我也不跟你多说，这是上面安排的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但想要退回去是不可能的了。晦气！你俩跟我来吧，我带你们去找个住处。是。顺便给你们讲一讲这青龙河的规矩。在青龙河矿场，别的都不重要，你们只需要记住3点。第一，宗门积分在这里是硬通货，可以用来购买生活用品、兑换修炼资源，或者学习各种修行知识。第二，积分获取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上交青花玉，1斤青花玉可以换1点积分。第三，营地内不准打架斗殴，更不准谋害同门。
否则将受到严厉处罚。你们两个记住了没？记住了，记住了。之后你就住这里。食堂在广场东边，只要你们干1天活，就能免费吃1天饭。如果不干活，那么吃饭就要用积分购买。你们今天刚来，我会跟那边打招呼，让你们免费吃1天。明日开始，你俩就要和其他人一样进洞挖矿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执事大人。这入门手册上记载的修行基础知识，比枯谢老人当初说的详细得多。韩林，我准备去食堂吃个早餐，你要一起吗？你去吧，我就不去了。修行境界大致可分为炼气、筑基、金丹、元婴、化神几大境界。修行第一步必须先觉醒神识，才能感应天地灵气，然后吸收炼化，用来冲击气脉关卡，提升修为。法术、丹药、灵符、玄器的相关介绍，无一不让我眼界大开。该去吃午饭了。好，走吧。我这10几年过得不容易，如今终于有了转机，一定要好好努力，不然很有可能被打回原形。归元诀乃是归元宗正统修炼方法，虽然只有炼气篇，也异常珍贵。何师兄曾严厉警告，不得外传给归元宗以外之人。冥想过度，出现幻觉了。不对，难道是……难道这石珠竟是宝贝不成？有变化了。虽然能感到一种奇妙的联系，但怎么断断续续的？再来。待往事风雨飘摇，想着你就变了，一重山过了一重楼，风卷起来落雨年少，若宽是江湖渺渺，跑哪去了？通天眼，这石珠竟然是一颗天地间自然诞生的灵童，名叫通天之眼。它能释放出一种名为通天法界的东西，在法界内修炼10天，外界才过去1天。而第二个能力，竟然是洞察入微，看破幻象，洞悉天地规则，看因果，甚至断轮回，见前世今生。虽然大部分现在都无法动用，需要消耗各种珍贵资源强化才能逐步激活，但也足够了。有了通天法境的10倍时间加持，或许能帮我打破9灵根无法突破炼气1层的桎梏。还有洞察入微，据说可以看到很多别人看不见的东西，我得试试。通天法界。
这就是通天法界吗？这看起来也没什么特殊啊，真的有时间加速功能。竟真的不一样，那些信息果然是真的。今天从早到晚冥想了一个白天，也没能觉醒神识，有了通天法界，不知道会不会好一些。9灵根开悟，竟这么困难吗？识海成功了，真的成功了！识海开辟成功，我终于拥有神识，迈出了修行的第一步。根据入门手册介绍，这就是修行者的丹田，好神奇啊！只要把这10个淤堵全部打通，就能进入炼气1层，学习粗浅法术了。张仙长说我一辈子无法突破，但我绝不放弃。更何况，我还有这逆天的通天眼。敲钟干什么？难道有特殊事情发生？韩林，你修炼挺刻苦吗？昨天傍晚我来喊你去吃晚饭，都不搭理我。我昨天修炼时感觉头晕的厉害，就睡了一会儿，可能没听见吧。这样啊？你呢？觉醒神识了吗？觉醒了呀。那还不简简单单，我不到1炷香就觉醒成功了。不到1炷香，算上我在通天法界内冥想的时间，30个时辰才觉醒成功。他3灵根，跟我这垃圾9灵根完全不是一个档次。今天把大家召集在一起，主要有2件事情宣布一下。昨天我们青龙河矿场来了2名新人，韩林上来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韩林。这家伙人丑就算了，还是个结巴。就是，也不知道上面咋想的，这种丑八怪。是啊，简直丢我归元宗的脸。我一直觉得修仙的人应该是一群品格高尚、实力将我超然之辈，现在和凡人也并无不同，心中的尊敬自然也就没有，还有些异样。下去吧。是。接下来说第2件事，10天后有宗门前辈到青龙河讲课，有兴趣的可以在开讲之前来我这里报名。费用是300点积分。300积分？难道是宗主大人亲自授课吗？这也太贵了。是啊，我们这种人就算宗主讲课也听不懂。我估计真实的报名费用就100积分顶天了，剩下的都被这刘老五私吞了。谁敢嚼舌根？给老子站出来！以后都给老子注意点。谁再管不住自己的嘴，我可以帮你们缝上。好了，散会。岳青山，去吃早餐吗？你去吧，我还有别的事情。以前在家时，父母可没给我这样的待遇。你跟那家伙不是一起的吗？这位师兄误会了，我只跟他一起来到归元宗而已，并没有什么交情。丑八怪，这里是挖不到东西的。我叫赵瑞玲，你跟我混怎么样？保证你每天都有收获。韩林，这位赵师兄可是8大开荒队伍的队长之一，知道什么是开荒队伍吗？就是主干道开采的先头部队，前面但凡有好东西，那都已经被他们挖掘了一遍呢。如果不加入，就只能在后面吃灰。而且，赵师兄上头有人，靠你自己的垃圾天赋，这辈子都别想出头，倒不如跟他混。将来即便修为没着落，还能回到世俗，混个一官半职。这岳青山竟把我的9灵根天赋到处说，没想到他是这种人。加入你们队伍不是没有条件的吧？当然了，加入我的队伍，你每天的收获要分9成给我。抱歉了，师兄，我还是在这后面捡漏吧。
韩林，你可要想好了，即便我抽走9成，也绝对比你在后面一颗挖不到的强。机会就这一次，如果你不答应，以后就算求着加入，我也不会再收你的。韩林，赵师兄能亲自招揽你，是你求来的福分，可别不知好歹。你们走吧，我要开始干活了。好，好，你这丑八怪倒是挺硬气的，你最好能一直硬气下去。我们走，不识好人心啊！我成功开悟觉醒了神识，但随后在法界内修炼了数个时辰，气脉第一个关卡也没有任何突破迹象。一是因为石屋内灵气太过稀薄，每次吸收之后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过来；第二则是天赋的原因，我的关卡突破难度极高，就好像铜墙铁壁一样，灵气撞在上面当当作响，一点痕迹都没留下。想靠自然灵气循序渐进的修炼，恐怕我真要困死在炼气1层。如今看来，也只有努力赚积分兑换下品灵石，或许还有一线希望。只是这矿场似乎也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，最好挖的矿都被有权有势之人所占据，我要么甘心被别人剥削，要么只能在夹缝中求生，等等真不容易。从昨晚融合通天眼，一直忙着修炼，竟忘了体验一下通天眼的天赋能力。也不知道那所谓的洞察入微究竟有什么妙用。洞察入微，看到石头内部结构，若真是这样，那我岂不是不用挖掘也能知道哪里存在青花玉？这个能力岂不是轻易就可以找到灵气浓郁的地方，用来修炼了？青花玉，本是碰碰运气，不料这坚硬的石壁里面，竟真有青花玉存在。这家伙傻了吧？竟然在敲石壁！还真是，石头里面怎么会有青花玉？早了早了，有什么看头？赶紧去干活吧，不然这一天下来又要空手而归了。我没有看错，竟真有青花玉！好，太好了，有了这本事，我何愁找不到青花玉？这通天眼虽然厉害，但也不能毫无顾忌的使用，神识消耗有些大，投石的越厉害，反噬也就越严重。每用一段时间，就要停下休息一会儿，不然根本受不了。不过也没必要一直打开，如今已将这些位置标记，照着地方挖就行了。好了，先回去交差，下午再继续。前辈，我上交青花玉，顺便领一张饭牌。青花玉，你就是刘执事说的韩林吧？这才一上午，竟挖了这么多。我可能运气比较好，从一个风化石区域挖进去，结果里面不少青花玉。你这运气确实好。一共56斤。这是56点积分，你可收好了，这东西没人不眼红的。谢谢前辈。据说100积分就能兑换一块下品灵石，再努力一下，应该就够了。我叫汪庆忠，你可以喊我汪师兄。这是你的饭牌，多谢汪师兄。这家伙运气可真好啊！干活不行，吃饭倒是第一名。赵师兄说的极是。没错，看他那穷酸样，破衣烂鞋，乞丐一样，没吃过饭也很正常啊。现在有免费的饭菜吃，还不多吃点儿？若自己是那高高在上的筑基强者，即便自己衣衫褴褛、样貌丑陋，他们又岂敢在我面前嚣张？韩林，让你跟赵师兄，你觉得我在害你？你知不知道，这一上午我就挖出了3块青花玉，足足有2斤多。即便分给赵师兄9成，也比你一无所获的强多了吧？你高兴就行。
这么远的距离，如果仅靠神识，是根本发现不了的。只有身处其中，才能感应得到。这便是通天眼关于探查灵气的妙用。丑八怪，谁让你在这里修炼的？这里不让修炼吗？哼，当然，这里可是我的私人修炼之地。这家伙分明是在故意找茬。听说他快突破炼气3层了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抱歉，赵师兄，我不知道这是你的地方，我这就走。走？吸收了我的灵气就想离开？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？你想怎么样？赔我50点积分，这事儿就这么算了，不然我打死你！营地内虽不准斗殴，但营地外可以。道士就说切磋误伤，反正也不是没干。我没有积分，没有积分不要紧，我可以让你先欠着。不过你最好早点还，不然每个月收你100%的利息。不肯给我打工，那就欠我高利贷，利滚利，让你一辈子都还不起。写吧。算你识趣，滚吧。谢赵师兄。我这运气真是不错，石壁内部的青花玉简直层出不穷。你今天又收获了60多积分，运气好而已。多谢王执事，一天就收获了上百积分，这小子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下品灵石内的灵气相当磅礴，比起石屋内稀薄的灵气完全不是一个档次。只要灵气没耗尽，就能一直吸收，不用等待恢复。通天法界内4个时辰转瞬仪式，灵气饱满了，是时候一鼓作气突破关卡了。痛，但这力量极强，这次一定能行。以前灵气稀薄，凝聚出的归元灵气也软弱无力，昨晚失败就是因为过于急躁。只要灵气积攒的足够浑厚，凝聚的力量就越刚猛。再来。虽然还是没破开，但这种震动已经让我看到了希望。成了，第1道关卡壁障上已经浮现出了2道裂纹。我的关卡并非牢不可破，只要肯努力，我早晚能成为真正的炼气1层修士。丹田内还有1半灵气，但不能再充饥了。当丹田灵气低于1半，归元灵气效果会大大降低。我得等下次将灵气填满再继续，这样才不会浪费。这山中的灵气比石屋浓郁多，而且通天法界放大了我的神识，方圆100米的风吹草动都瞒不过。傍晚收工，韩林只要积分足够，便去百货坊兑换1颗下品灵石带回住所。若是积分不够，他便在深夜翻过营地围墙，躲进小山中整夜苦修。转眼1个多月过去，来到了3月的最后一天，而赵瑞玲逼他写下欠条后，就再没找过他麻烦，也从未提过还款。小子，我巴不得你晚点还。第1个月100积分，第2个月200，第3个月400，如此往复，你一辈子也还不清。遗憾的是，因为舍不得积分，错过了宗眠前辈的讲课。听说去的人不仅学到了基础法术，还得到了不少好处。
通了，功夫不负有心人啊！我终于成为炼气1层修士了，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我打破了张仙长说的9连根可能一辈子也达不到炼气1层的猜想。韩林，去别处挖，这里已经被我选定了。哦。流放在凡间世间，红尘啊红尘滚滚遮住了眼。韩林，你咋这么早出来了？今日运气不错，收个早工，帮师兄撑一下吧。哈哈，你这家伙可是很久没有上交过这么多青花玉了。唉，这行当一年比一年难做，不多不少，正好60斤。韩林，还要我替你保密吗？王师兄说这些多见外啊，还是老规矩，其中1成算我孝敬您的。韩林，我听说几个老牌杂役在偷偷开赌局，你不妨拿些小钱去碰碰运气。开赌局？对，你要感兴趣，今晚我带你过去玩一玩。赌什么？怎么赌呢？一般是赌骰子，也就是比大小。不知道你玩过没有？没玩过。赌注是什么呢？当然是积分玉牌。积分玉牌。对，这可是快速来钱的机会，运气好一把就能赚几百积分，比你挖矿要轻松多了。行，那王师兄你到时候来喊我吧，我也去凑凑热闹。我看别人玩过这，就是用一个黑粥盖着油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说不得我还真要玩几把。王师兄，刘师弟，我给你带新人来了，你还不感谢我？这不是那韩林吗？你确定他能玩？要知道，我们这里玩的可不小，一局最低也是10点积分。放心好了，我既然带他过来，那就一定能玩的。这边。这群参与修贤对棋之人，全都打通了2条完整气脉，就连第3条也显现了出来，最低也是炼气2层。甚至有几位马上就要3层了。大家不用在意，继续去玩就是。这位是韩林师弟，大家想必都认识，我带他来一起玩。利滚利之下，韩林欠了我多少积分，可别全部输在这里了。虽然打算收他为长工，但收之前，他身上的油水还是要刮一刮的。韩师弟，你自己去玩吧，我还要到外面守着，有人来也好开门。汪师兄，你就别玩了吧，你这几天都输得差不多了。关你啥事儿？你做好你自己的就行了。中里3颗骰子，加起来大于10点就是大，小于等于10点就是小。如果3颗骰子点数一致就是天，压天者通吃。那庄家呢？为了防止坐庄方作弊，坐庄方不参与压注，只负责摇槽子。但是每个人压注的同时，要给坐庄方1点积分作为辛苦费，这不是稳赚不赔吗？确实如此，但毕竟人家提供了场地嘛。明白了，要是不够赔怎么办？很简单，
后压者不得。通天眼真的有效，内部的持子点数清晰可见。每次点数毫无规律，先摇后压，然后再开。但不知为何10局下来，依旧输的人均多。桌面上的积分好像只进了那个黄衣少年和长脸青年的口袋。225小，干，又输了。韩林，你不玩？玩。这小子运气不错嘛，竟然一下就压中了。没错，我已经知道骰盅里面是什么点数了。韩林，你压小，我就不信了，我还压大。王师兄，你运气不好，少压点。别拦我，我感觉这把必赢。还有没有人压住的？好，买定离手，开！135 9点小，怎么回事？连开3把小了。是啊，这也太邪门了。这两个家伙是运气真的好，还是跟我一样有特殊本领呢？这里面有点问题。韩林，你有多少积分？借我一点。真是过度投入不可深交啊！像他这样下去，天大的家业会败光吧？王师兄，抱歉了，我身上也就今天刚挣的100多点积分而已，想借你也没办法。借我一半，明天就还你。不用还了。谢谢谢谢。大。见鬼了，这两个家伙真能看穿骰盅不成。开！怎么可能？又是小，连续4轮小，还能不能玩了？我输光了，不玩了，你们玩吧。我也不玩了，以后再玩就剁手。竟如此自负，看来运气到头了。是啊，不过还得感谢他才是。如果他不押上这1000，那边根本不够赔嘛。没错。663 12点大啊！这两个不是常胜将军吗？竟然斗不过这丑八怪。是啊，这下赔大了，我还打算一把回本呢，结果全输了。韩师弟，有些本事吗？敢不敢跟我单独赌几把？都赢这么多了还不收手，一会儿输光了，你哭都没地方哭。我倒觉得你运气好的离谱，这可不是天天有的，倒不如再拼一把。要是赢了的话，你以后完全可以不去干活，直接躲在房间里面闭关到炼气3重了。这种机会实在太难得了，要是我有这样的运气，绝对跟他玩到底。没错，反正都是赢来的，输了就当没来过。可要是赢了，还用得着去矿洞吃苦吗？好，我就跟你玩。不过，得换一个人来摇骰子。这2人之所以能压中，完全是因为那摇骰子的壮汉，每次摇完都会暗中给2人传递信号。中指敲桌面代表小，摇完将手放在桌沿不动代表大。这样一来，
两人直接提前洞悉了结果，岂有不赢的道理？不知师弟想让谁来赢？我来指定也不合适，不如就让共同推举如何？也免得有人说我作弊。既然大家推举，那我也不推辞。不过你们赢的一方给我200积分辛苦费，可行？没有问题。好，下注吧。难道我之前想错了？这家伙真有本事不成？买定离手，335，11点大。这小子还是不行啊！飞爷，我倒觉得他厉害。你没看到他虽然输了，却只输100积分吗？对呀，韩林，你也太小心了吧！一局压100积分，要玩到什么时候？是吗？那你说多少合适？500起步吧。行。又赢了，谁先下注谁就赢，这也太出奇了吧！马师哥，请先下注。马师兄，不要急嘛。有必要吗？你压的再多，韩林还不是只压500？就是。什么情况？这小子疯了，竟然全压，而且还压天！是啊，这也太冲动了。买定离手，3个5，天豹。啥？不会吧？这真的是豹子！马师兄这次栽大了，5000积分压上去，200积分回来。马师兄，承让。马师兄，还赌吗？嚣张什么？让你赢1局而已。小。怎么样？我赢了5000积分，我把前几天赢的都输光了。这小子当真不简单，竟然能从我手下赢钱，难道他真能看穿骰盅不成？也有可能跟你一样是棋牌高手，有听风之术。罢了，愿赌服输，一会儿告诉刘健，不要让这小子再来了。他赢了这么多，或许不用阻拦，也回不来了。师兄此言何意？矿洞里面不见光的地方很多，每年塌方死几个人，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。
师兄，输了多少？算上你借我的50积分，一共550，这可是我半年的工钱了。师兄，10赌9诈，以后不要玩了。师弟，你给我已经够多了，我怎么能再拿你的钱？拿着吧，我在营地没什么朋友，也就跟汪师兄你能说上几句交心的话。但听师弟一句，以后真的不要再去了。好，我记住了，谢谢师弟。不多不少，正好15000点。若是全部换成下品灵石，那可是足足150颗了。虽然这也无法保证能够让我把第2条气脉完全打通，但这笔飞来的巨款也着实帮我省了不少力。禁止打架斗殴，但也难保有人不会为了钱财铤而走险。你确定要全换下品灵石吗？第1条气脉时，我消耗的灵气起码是正常人的10倍，足足100颗下品灵石才完全打通。而如今第2条气脉，虽然关卡依旧是10个，但据说突破难度要比第1条气脉高上将近1倍。也就是说，我可能需要炼化差不多200颗下品灵石等降的灵气。这点积分兑换的下品灵石，想要一次性突破，恐怕还不够。这样吧，我买一本基础法术，以及2张下品灵符，剩下的再兑换成下品灵石。基础法术和灵符，你练起1层了？前2天才刚突破。你小子可以啊！行，你等着，我给你找几门基础法术。这3本分别是金光术、水雾术和火球术，都是基础法术，简单易学，而且以你的灵根，随便哪一本都可以学，自己选吧。这9灵根修炼起来无比困难，但在学习法术方面，却有别人羡慕不来的优势。任何一种属性法术，在我手里都能学习，并不会出现属性相克的情况。但其他人就没这般特殊待遇了。学习法术存在诸多限制。这么多下品灵石正常炼气1层修设，就算不干活全心修炼，恐怕得练3个月时间才能消化完。但有通天法界的加持，1天就能消化掉20颗左右，天赋差果然是原罪。唉，这么多下品灵石，要是放在月青山那种3灵根身上，恐怕能直接冲上炼气3重了吧。在营地内，食物属于私人领地，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强闯。只要我不开门，对方也拿我没办法。但真有什么深仇大恨的话，怕是就不会管规矩不规矩的了。自从突破炼气1层之后，食欲已经远不如前了，甚至看到油腻的东西还有点不舒服。赵师兄，赵师兄，快出来！那丑八怪终于出门，往矿场方向去了。你说什么？赵师兄，我说韩林出门了。当真？千真万确，我亲眼所见的。好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，
马上去喊弟兄们到矿洞入口集合。这丑八怪空有一身运气，脑袋却不好使。刚到手的积分，马上就是赵师兄的囊中物了，说不定还会赏我们些。月清山。韩林，你在里面吗？韩林，出来，听见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那家伙也不知道跑哪里去了。等下找到了，定要他好看。那算了，大家继续往前搜吧，切不可放过任何一条通道。赵师兄说了，谁先找到韩林，奖励100积分。是。赵师兄，我们没有找到韩林。废物！曾平，你到矿洞出口处守着，他一旦出现，想尽办法把他给我带到深处来。其他人跟我到里面干活。是。不会吧？通天眼出问题了吗？除了半指后的石皮，内部竟是一块完整的巨型青花玉。这么大一块巨石，不得有上万斤？真的是真的，这里面竟真的包裹着一块完整青花玉。这玉太大，自己一个人肯定是搬不动的。不管了，先去找汪庆忠，把此玉的归属权确定下来再说。韩林，唐师兄，韩林，你赢了那么多积分，不躲着修炼，跑这里来干什么？不瞒唐师兄，我是修炼的闷了，所以出来透口气。透气？我看你是在找死吧？你知不知道，你现在可是很多人眼中的香饽饽。唐师兄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哦，对了，我刚进来时看到曾平在外面坐着，没准就是堵你的。你可要小心点，他们人多吗？我就看到他一个。明白了，多谢唐师兄。韩林，曾师兄，韩林，好久不见啊！我有些话想跟你聊。给老子站住！汪师兄，韩林，你什么时候跑矿洞去了？师兄，别说这个了，有人追我。曾平，你想干什么？汪师兄，我是有事情找韩师弟聊聊的，并不是想打他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，赶紧给我滚回去干活！再敢动歪脑筋，休怪我手下无情。韩师弟，你有那么多积分，不好好修炼，没事往矿洞跑什么？多谢师兄帮我解围了。其实我是修炼久了有点闷，就趁着透气的机会来矿洞逛一逛，没想到就被这曾平盯上了。服了你了，你真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不成？我确实是有些冒失了，不过汪师兄，
听你口气，难道他们真敢在里面杀人不成？韩林，你还是太小瞧人性之恶。正所谓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你身上的积分，已足够让很多人铤而走险了，明白吗？更何况，矿洞内部本身就充斥着各种危险。倒是只要处理得当，就说你是死于矿难。像你们这样命比草贱的杂役弟子，谁又真会替你深究下去？我之前觉得他们也就是想抢积分或者揍我一顿，现在看来确实是过于理想化了。明白了，多谢师兄提点。你要没什么事情就回去吧，灵石用完之前不要来矿场了。好。不过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师兄帮忙。什么事情？我刚才在里面挖到了一块青花玉，很大，一个人搬不动，想让师兄帮我想想办法。什么？一个人搬不动？对，起码有上万斤。上万斤！韩林，别拿我寻开心了，这个玩笑一点也不好笑，是真的。汪师兄帮我弄出来，我分你1成利。你确定？我可以对天发誓。行，反正离中午收工还有一会儿，我就先跟你一起进去看看吧。如果是真的，我再帮你想办法。没问题。这石头不对劲，小心点，这里有东西。你是怎么发现这里面有青花玉的？我找了半天也没有什么收获，一恼之下就敲了这石头几下，然后就发现了。好吧，我算是彻底服气了。你在这里等着，我这就去找人过来帮忙。出来！谢谢王师兄。不用谢我，这是从韩林的奖励中扣的，要谢就谢他吧。35人，这可是将近2000积分啊！你倒是真舍得。谢谢韩师弟。不用客气，还是多亏诸位师兄，我才能将这青花玉搬出来。心在滴血啊！王师兄，啥时候把积分给我？瞧把你急的，跟我来吧。玉石就先850斤，扣除你承诺给我的1成利，还剩8865，再扣除刚才的劳工费，还剩7115。这里是7100点积分，剩下的15点就当你请我喝酒了，如何？没有问题。韩林，难道那玉石是你发现的？正是。你小子的运气也太惊人了吧！还行还行，杨老，还是老规矩，这里是7100点积分，全部换成下品灵石。外人都说我运气好，只有我自己知道，这根本不是运气，而是靠通天眼辛苦找来的。若非要说运气也行，毕竟通天眼也是我从车辙印下面捡来的嘛。天哪，这么大一块青花玉哪里来的？不知道啊，我也是刚看到。我来告诉你们吧，这块青花玉是韩林发现的。上午的时候，我们还帮忙抬过呢。什么？竟真是韩林发现的？赵师兄，此玉竟是来自那个丑八怪！我还没聋。师兄，你身上不是还有韩林的借条吗？何不直接去找刘执事？这种事情名正言顺啊。对啊，曾师兄说的有理。这样一来，就算他在营地又如何？还别说，这倒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。曾平，还是你脑袋好使。为师兄排忧解难是应该的嘛。而且师兄是当局者迷了，即便小的不提醒，你很快也能想明白的。你这嘴真是越来越甜了。你放心，等拿到了韩林身上的积分，我一定好好奖赏你。赵瑞玲，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我是来请您主持公道的。主持什么公道？
以你在青龙河的根底，不欺负别人就好了，谁还敢欺负你不成？执事大人过誉了。其实是这样的，我去年借给一名新人一些积分，后来不缺钱，也就没找他讨要。可如今我实在是穷得叮当响了，去找他讨要时，他却不肯认账，还终日躲在营地不出去，所以特来求您帮我主持公道。谁欠你积分？是韩林。韩林？你可有凭据？也罢，看在你叔父的面子上，我就再帮你一次吧。韩林，是我刘执事，赶紧开门。弟子韩林见过执事大人。韩林，听说你欠赵坠灵的钱不还？我什么时候欠赵师兄的钱了？韩林，休要抵赖。当初你可是亲手写下欠条，欠我50点积分，逾期不还，月滚利10成。你胡说！你不说这事我都快忘了，分明是你欠我50积分。你说什么？别争了，把欠条拿出来便是。是。执事大人，您看，上面白纸黑字写着：借条，正月26，赵瑞莹向我借50积分，月福利10成。借条？你不是说欠条吗？这小子耍诈！当日我确实借了他50积分的，没想到这家伙人品竟如此低劣，颠倒黑白写了一张借条给我，简直枉据我对他的信任，还请执事大人明鉴。分明是我借给了赵师兄50积分，本不打算让你还，没想到今天却被反咬一口。都给老子闭嘴！此借条内容存疑，就此作废，以后谁也不准再拿欠条说事。还好当初留了个心眼，不然今天岂不是有理也说不清。其实当初我只是想拖延一下时间，如果赵瑞林发现问题，就马上跑回营地告其敲诈勒索。结果赵瑞太过自负，竟看也不看就揣了起来。我也乐得如此，凭借这张假欠票，换了1年多的平静生活。你还来找我干什么？我虽然跟你叔父有些交情，但还不是你的徒仆。弟子不敢。这次我认栽了，被他摆了一道，但还请执事大人再帮我一次，否则定会在心头留下心结，影响修炼。执事大人，下品灵石肯定入不了你的法眼，但我实在拿不出更多了。你再帮我这次，等我成为正式弟子，将来一定好好报答你。这里是青龙河矿场，如果有人在这里出了事，我也是要受到牵连的，你可明白？我有一个主意，绝对不会连累到您。什么主意？我听说银河谷不是已经开工了吗？你把我和韩林一起调过去，从今以后他就跟青龙河没有关系了。你确定要去银河谷？那里虽然地处宗门内部，天地灵气稍微浓郁一些，但工作辛苦，1个月积分也不高。请执事大人成全，我马上就炼气3层了，即便去银河谷也干不了多长时间，积分高低不重要，只想解决心中症结而已。行吧，银河谷那边正好缺人手，你回去收拾一下，一会儿我就给你安排。多谢执事大人成全。以为躲在石屋里面就安全了，这次看你往哪里跑！其实我只是觊觎韩林身上的下品灵石而已。他前几天赢了1万5，今天又赚了数千积分，加起来可是200多颗下品灵石。即便这几天埋头修炼，也花不了几颗。只有把韩林调出青龙河，才有机会将这些下品灵石据为己有。柳之虎此人虽然偶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但十分谨慎，一旦可能危及到自身利益，是绝对不会帮我的。青龙河矿场已经被开采的差不多了，很多人抱怨挣不到积分。执事大人，正巧宗门正在开发银河谷，需要人手，我决定抽调一些人过去支援。赶紧收拾一下，到广场集合。不对劲啊，这好好的突然把我调走，而且还是在刚刚得罪赵瑞玲的节骨眼上。至于刘之虎说的由头，更像是临时编造的借口，毕竟这也太巧合了些。听刘之虎的语气，银河谷竟然是在宗门内部。哭血老怪的任务到现在也没有半点进展，此番回到宗门，或许会有所转机也不一定。虽然想过推进一下血灵碗祭毒，但奈何青龙河的杂役层次太低，根本不了解宗门内部事情，即便他再着急也没有办法。现在看来，此番去银河谷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情。果然是这赵瑞玲在搞鬼。
这家伙依旧是贼心不死啊，就是不知道这又憋了什么阴招。看来人都到齐了，你们跟我来吧，我亲自送你们去银河谷。归元山脉北境为宗门高层修行之地，南境为普通弟子居住修行的地方。银河谷便是今年的建造规划。好久不见了啊！听说你这里缺人手，所以特意给你送人过来了。好，太好了，刘师弟可真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啊！太感谢你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孔师兄，时间不早，我就不多停留了。这些人你看着安排吧。银河谷的积分获得方式跟青龙河有所不同，这里是根据工种不同按月发放。有些遗憾，凭我的通天眼，在青龙河赚取积分明显更轻松一些。低的工种每月50积分贡献，高的100。不知赵瑞玲打的什么主意，唯有将身上的灵石转变成自身修为，才是最稳妥的。第8个关卡也打通了，等到打通10个，就能踏入炼气2层了。人人都到齐了，今日开始分配各队事务。赵瑞良，你们几个去开荒队；韩林，你去搬运队，负责各类物资搬运。苦力活，但是工价也是最高那个档次，每个月100积分。开荒！韩林，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把身上剩下的灵石给我。以前的事情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抱歉，灵石已经没有了。你当真冥顽不灵？这光天化日之下，难道赵师兄还想硬抢不成？好，好，好，自己小心一些吧，不然人死了，钱没花完可就不好了。我等着。这王八蛋竟敢这般嚣张！赵师兄，要不我先揍他一顿出出气？不要急，200多块下品灵石他花不完的。我已经想到一个好办法了。赵瑞玲5、6天没动静，肯定憋着坏，我必须尽快突破。终于通了，第2条气脉打通，我已经是炼气2层了，连月青山都比不上我。赵瑞玲贼心不死，这块下品灵石留着，关键时刻能补充灵气妙。动作麻利点，磨磨蹭蹭的干什么？这家伙今天怎么总是盯着我？难道是故意找茬？干得太慢了，吃过晚饭再来干1个时辰，把那些碎石搬完。不能跟他撕破脸，要被扣了工钱就麻烦了。韩林，挺卖力的嘛。月青山曾平，你们跟卢星串通好，故意设局引我出来。想不到你这丑八怪还挺聪明，赵师兄为了结交卢星，可是付出不小的代价。跟他废话做什么？一起出手，弄死再说。这家伙是真想杀我。你竟然炼气2层了，还不出手！
杀人了！杀人了！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阿哥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求求你，求求你啊！韩哥，不要杀我！要怪就怪你自己吧，我一开始也想把你当朋友的。韩林，你去哪儿了？曾平和岳青山呢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是吗？那你刚才干什么去了？尿急，撒了个尿。尿急？你尿衣服上了？怎么全身都是湿的呢？我身上脏，又流了一身汗，就到河里洗了个澡。怎么，这你要管？呵呵，好，好。赵师兄此话何意？韩林，我不管这些，告诉我，刚才到你屋里去了，翻来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仙石。说吧，将藏下品灵石的地方告诉我，我给你一个臣服我的机会，否则如何？灵丸不灵。炼气2层。拜见执事大人。你俩半夜3更不睡觉，在这里干什么？我出来修炼一下，见韩师弟还在干活，就过来瞧瞧。罗星队长说我白天干活慢了，让我来把那堆石头搬到那边去。胡闹！大晚上的干什么活？赶紧回去休息。是。罢了，先忍一忍吧。曾平的事情还没爆发出来，此时把我和赵瑞玲之间的矛盾搬到台面上来，无疑会放大我的嫌疑。赵瑞玲没找到下品灵石，应该也不会轻易罢休。若是能在赵瑞玲失去耐心之前让她彻底闭嘴，或许此事就能解决了。不过赵瑞玲始终是个大麻烦，看来得尽快想办法将其解决掉。曾平和岳青山怎么不见人影？我跟他们只是普通师兄弟关系，并无深交。昨夜饭后便各自回了住所，不知今日为何不来做工。执事大人，曾平2人房门紧锁，恐有不妥。无妨，这银河谷周围的山林灵气远比青龙河那种地方浓郁，两人可能是昨夜偷偷跑出去，到山中修炼误了时辰。我这就去寻他们出来。好的，那就劳烦执事大人了。韩林，我可是帮了你一次，可以将下品灵石和积分交给我了吧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韩林。休要揣着明白装糊涂，别人不知道，我却知道得清清楚楚。你敢发誓你没杀岳青山和曾平？哼，有何不敢？我要杀了曾平和岳青山，天打五雷轰！难道我想错了？曾平那2个王八蛋出了别的意外不成？韩林，你当真是茅坑里的石头？跟我做朋友有什么不好？非要抱着那200颗下品灵石不放？跟赵师兄做朋友当然是好事。不过我说了，我身上没有下品灵石。等等等，收工了！从小到大，谁敢如此忤逆自己？何况还是一个毫无背景的丑八怪。这几天没有下品灵石，修炼也落了下来，要如何是好？洞察入微，这种能力当真神奇。这么远的距离，炼气巅峰也绝对办不到。那山中几个地方的灵气倒是不错，已经懈怠几天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今晚就去那边修炼吧。我已放任这垂离于秋天，笑看万载一生孤单。洞内的灵气比起外面看到的还要浓郁许多，运气不错。眼前只有大道无尽攀岩。咦，不对啊！在通天法界加持下，神识竟能延伸这么远，而且外界灵气没恢复，洞内灵气短短1刻钟就恢复如初了。通天法界那1刻钟
外界才过去50虚左右，这恢复速度简直不合常理。以前在别的地方没有个半个时辰，那是不可能恢复的。想不明白其中缘故，只当这里处天然的修炼好地。拜见掌教。掌教，您来了。这就是你说的那块巨型青花玉？正是。确实罕见啊！自青龙河矿材开采以来，还从未出现过如此巨大的青花玉吧？掌教，当初老夫听说此事，还觉得是那刘知虎在吹牛，结果亲眼见到时，也是狠狠地震惊了一把。若是交给百断堂炼制成普通玉符，无疑是有点浪费啊。您打算如何处理呢？这个我也没想好，就暂且留在藏宝洞吧，等将来想到了再。掌教，怎么了？你刚才有没有看到，这玉石好像亮了一道紫光？紫光？不可能吧？青花玉怎么会亮紫光呢？那倒也是，或许是我眼花了。行了，刘老，此玉就留在此地吧，我先走了。恭送掌教。不好，这玉石已入宗门账簿，若出问题，我定背上看管不力之罪。玉中灵，休走！有没有看见一道紫光飞出来？看到了。往哪儿去了？不清楚，我只看他一闪而过，就不见了踪影。你好生看守着此地，老夫出去寻他。已经是凌晨了，虽然此地灵气浓郁，恢复极快，但明天还要干活，只能就此停下了。此地灵气之所以恢复得如此之快，都是从那条石缝冒出来的，似乎那石缝内部存在着某种灵气源头一样。不过石缝过狭窄，仅有手掌般宽度，根本进不去。不知为何，我对这短剑有种莫名的亲切之感，就好像此剑是我身体一部分一样。奇怪，怎么会有这种感觉？而且这也太奇怪了，大半夜的凭空飞进来一把短剑，好像这短剑虽然长得不咋地，但四周的刃口看起来确实很锋利，难道也是一件宝贝不成？不管这些有的没的了，睡觉了结。绝没错，师兄，你不是让我帮忙留意他吗？吃过晚饭后，我特意藏在暗中看着他，亲眼见他翻墙出去的。好，诸兄多谢了，你放心，等我成为正式弟子，将来一定好好关照你。多谢师兄，不用客气，继续帮我观察一下。若是见他再翻墙出去，当时就来告诉我，不用等第二天。好的。情况与入门手册上面所说的玄气十分相似。按照入门手册所言，修行者炼制的宝物大致可分为玄气、法器和法宝。后面两种炼气修士就算得到也难以掌控，唯独玄气适合炼气修士使用，可作为保命手段。但玄气这东西十分难得，别说我这种杂役了，就是正式弟子也不是人人都可以操控。有了此物，在面对赵瑞灵时就更加保险了。昨夜修炼的洞夫，那般浓郁的灵气，如果被其他人占据，着实可惜。韩林怕是把下品灵石藏在了山里。哼，韩林，没想到你进了这么一个隐蔽之地，要不是我一路尾随，还真难以发现。韩林，你找死！这下看你还有什么优势，给我拿命来吧！这短剑果然厉害，全力之下，速度惊人的快。但这一击消耗也是相当大，直接将我所剩的灵气抽了个干净。赵瑞灵不同于一般杂役，
据说其在宗门是有靠山的，他一死带来的影响绝对比其他人要大。如果处理不当，后果难以想象。还是用老办法。这个办法比毁尸灭迹更加稳妥一些。到时若是有人杀了这蟒蛇，看到其肚子里的尸骨，一切就都顺理成章了。没了。足足有500多积分，这个东西是不经营的，我可以放心大胆的用。此术竟是一本10大师黄阶法术，威力比入门期4层强大的多，但也足够令人高兴。还有这把紫色法印，如果有人对我搜身暴露出来的话，怕是会惹来一些麻烦。若是能将通天眼进阶到银瞳就好了。据说达到银瞳就能获得一个随身空间。按照传承记忆，通天眼一共有9种形态，最初始的状态就是现在这样的灰瞳，时间加速10倍，获得天赋洞察入微。第2阶段是银瞳，时间加速20倍，激活通天宝库，可以用来储物。第3阶段是青铜，时间加速30倍，激活通天药源，可以用来种植灵药。第4阶段是紫铜，时间加速40倍，激活天赋复刻之眼，可以瞬息领悟功法。第5阶段是红铜，时间加速50倍，激活天赋破妄之眼，可以看穿一切幻象，不被心魔所困。第6阶段是金铜，时间加速60倍，激活天赋因果之眼，可以看穿他人身上的因果。第7阶段是黑瞳，时间加速70倍，激活天赋轮回之眼，可以洞悉时间长河，看他人前世今生。第8阶段为七彩仙80倍，激活天赋破戒之眼。第9阶段是9彩神瞳，时间加速100倍，激活天赋戒神之眼，目之所及，唯我独尊。但说来让人期待，实际上想要激活这些能力，却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别说第9阶段的9彩神瞳了，就是第2阶段的银瞳，也让我觉得遥不可及。因为想要达到银瞳，就必须要为通天之眼提供整整1万颗下品灵石才行。以我现在1个月挣1颗下品灵石来算，这辈子爬都没希望。而且就算真有1万下品灵石，我也未必舍得用来净化通天之眼。毕竟如此多的下品灵石，要是用来修炼的话，绝对能让我修为暴涨的。算了，通天之眼先不管了。接连有人失踪，如果不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，我绝不罢休。但凡能提供有用线索的，一律大大有赏。而对隐瞒不报的，将来若是查出来，将和凶手同罪。执事大人，我有话要说。如果对此案有所帮助，本执事一定重重有赏。是，禀执事，是这样的，昨晚我亲眼看到赵师兄跟随着韩林一起离开了营地，可今天韩林回来了，赵师兄却不知所踪，我不知道两者之间有没有联系，还请执事大人明察。韩林，你走上前来。拜见执事大人。赵瑞麟尾随我的事，竟然还有第3人知道。对于朱浩之言，你有何话说？昨夜我确实出去山里修炼，但朱浩之言纯属胡编乱造，我从未见过赵瑞麟。我不知道你后来有没有见过他，但他确实是尾随你出去的。你是如何知道？他一定是尾随韩林。我说，是这样的，这韩林在青龙河时得了一笔意外之财，挖到一块巨型青花玉。赵师兄可能是眼红他身上的积分，所以让我暗中帮忙盯着韩林。昨晚我看到韩林翻墙出去，于是就将消息告诉了赵师兄。果然如此，看来这赵瑞麟不仅惦记我的青花玉，更是对我动了杀心。幸亏我昨夜先发制人。说吧，你是如何反杀赵瑞麟的？将他尸体丢到何处了？真是个老狐狸，只要流露出一丝慌张或犹豫，便直接暴露了。执事大人，你这话我不懂啊，我昨晚压根就没见过他，去哪里反杀呢？你还敢狡辩？若非你杀了赵瑞麟，为何他现在还没回来？韩林啊，此事赵瑞麟心怀不轨在先，你不必害怕，老实承认了吧。我不会真把你怎么样，最多也就罚你几个月工钱。罚工钱了事，真给我当傻子了。我若是认了，生死可就全由不得自己了。执事大人，如果是我做的，我一定认；但不是我做的，别说杀人还要受罚，就是有奖我也不会冒认。既如此，老夫也只好把你交到执法堂了。回去歇歇吧。从此刻开始，你不准离开营地半步，否则以畏罪潜逃论处。是。
执事大人，那奖赏？奖赏？此事还无定论，等事情了结之后，如果真是他所为，再说不迟。洪前辈，事情经过就是这样了，您看此事如何处理？就这点小事，你也来惊动我？前辈，这可不是小事啊！这才短短数日，银河谷就失踪了3人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赵瑞玲是赵长平的亲侄，即便我不找您，此事也早晚会闹到您这里的。赵长平，是供法楼那小子？是的。这倒是个麻烦事儿。是啊，赵考平本人倒没什么，关键是他师父季森乃是宗门6长老，而且还是制服高手。若是闹大了，他肯定会不会袖旁观的。行吧，行吧，净给老夫惹麻烦事儿，我亲自陪你去一趟银河谷好了。谢堂主大人。不过堂主，您可要有心理准备啊，那小子嘴巴硬得很，不是那么好查的。嘴硬？放心吧，我自有办法。去把那小子喊来吧。是。洪老前辈，他就是韩林。这位乃是执法堂主洪老前辈，他亲自审问你要如实回答，否则后果自负。3长老，这可是师大师的筑基后期强者，更是门中9大巨头之一，他怎么会因为这点小事亲自前来？弟子韩林拜见长老大人。韩林，老夫现在问你，你当真跟曾平、岳青山和赵瑞玲的失踪没有任何关系？他的声音好温暖，甚至让我放松了警惕。这难道是某种神识术法？绝对不能上当。我确实是对他们失踪的事情一无所知，请前辈明察。韩林，你竟敢在洪老前辈面前撒谎！哎，不要大呼小叫，他现在只是有嫌疑，并非罪人。韩林，你既然不认，那老夫也只能动用一些非常手段了。只要你且服下，是非公论很快便知。洪老前辈竟把赤心丹拿出来了，看你小子怎么抵赖。这丹药定有名堂，可若是不吃，岂不显得我心里有鬼？糟了，这药药力极强，根本抵抗不住，这下完了。韩林，赵瑞玲的死是不是你干的？不是。什么？竟真不是他？赤心丹下绝无谎言，难道我们真的找错人了？看吧，我都说了，叫你不要武断。那曾平和岳青山呢？你修为低微，是怎么杀了他们的？我不知道他们死了，更未出手过。此事我会让执法庭的人接手继续调查，你且回去休息吧。他这是无碍，赤心丹的后遗症罢了，不要在意这些虚礼。前辈大度，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办？此事跟他无关，只能从别处调查。6长老那儿由我亲自去说。多谢前辈，这样真是给您添麻烦了。你这家伙就爱拍马屁，还是把心思用在修炼上。不是拍马屁，是真的感激您。行了，时间不早，老夫先回去休息。
好险，那赤心丹好强的药力，幸好有通天之眼保住理智，才能装模作样混过去。洪老头虽和气，但若是被他知道我杀了人，绝不可能放过我。看来危机独确过去了，他们已经排除了我的嫌疑。太好了，终于能结案了。这3个家伙明显是死在这条巨蟒嘴里的。是啊，真是白忙活。早知如此，何必费神去审问？赵执事，本案经过本堂反复调查，结案合情合理，令侄确实死于意外。虽然听着合理，但我绝不相信他是死于意外。瑞灵死的蹊跷，这里面绝对有大问题。凶手定是那个韩林，我非去银河谷查个清楚不可。韩林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是你杀了赵瑞林，然后将他丢进蟒蛇坑的，对不对？老狐狸，终究还是找上门来。不过现在无凭无据，看你能把我怎么样。赵前辈，我知道您此时心痛如绞，但你也不能凭空捏造，冤枉晚辈啊！晚辈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那天晚上我压根就没见过赵师兄。说起来，晚辈也很无辜呢，无缘无故被人惦记。还好晚辈福大命大，不然现在失踪的怕就是我了。小赵，门儿都没有，你还敢在恐吓面前动手不成？赵师弟，我保证韩林绝对没有任何问题，你就别老揪人家不放了。说起来，你那侄儿也确实人品不佳，韩小子不过赚了一笔意外的积分，就被其惦记。好，韩林，千万不要给我抓住什么把柄，否则我定叫你付出惨痛的代价。赵师弟，我送送你。不用了。别生气嘛。滚！有毛病。韩林，别往心里去，此事已经有了定论，他不敢把你怎么样的。你回去继续干活吧。是，终于躲过这一劫了。1年多了，如今银河谷竣工，我的修为也有了极大提升。听孔之馆说，这么大的庭院，只给1位正式弟子居住。要是我们也能住进这里修炼，那该有多好啊！首先感谢大家这1年多的时间里辛苦付出。关于银河谷的建设，上面已经验收合格，并对成果表示十分满意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几份幸运奖，但不是人人都有，将以抽奖的方式发放给大家。大家能否抽中，全凭自己运气。下一位，一番下来，几乎99%的人都只领了1块保底的下品灵石奖励。中了！我抽中10颗下品灵石。你小子运气不错嘛。也就是说，他帮你们淘汰了一个最小的奖项，你们剩下之人反而有中大奖的机会。60颗下品灵石，如果给我的话，不正好能够我突破炼气3层？
咦，这貂毛跟我一样倒霉。咦，还是不争气啊！这王八蛋真不争气啊！抽中了！我抽中了！执事大人，您看。谢谢执事大人，太感谢您了。韩林，该你了。是。执事大人，您看，这韩林的运气也太好了吧！竟然抽中了最大奖项。是啊，真是老天不公，整整60颗下品灵石啊，竟落在了一个丑八怪手里。哎，你不说我还没注意到，大家发现没有？这次3个大奖得主竟没有一个长得好看的，要么腰大膀粗，要么矮如冬瓜，要么丑得出奇。我去，还真是！天哪，早知道这样，我就不长这么帅了。只要前面的人没有抽走大奖，那大奖就必定归我所有。好了，奖励发放完毕，营地马车已备好，你们各自回自己属地报到去吧。我等告辞。这2人都是来自青龙河矿场，其中1人正是当初举报我的朱浩。虽然我惊险脱身，但对此人却提不起好感。这1年时间里也没跟对方说过半句话。而另外1人，由于跟朱浩走得比较近，我同样懒得搭理。韩林抽到60块下品灵石，果然如归元诀所言，炼气4层是一道坎，突破难度比3层要高得多。不仅仅是关卡壁障更加坚厚，就连关卡的数量也从以前的10个关卡变成了20个。炼气3层了，去找刘知虎问问正式弟子考核的事情吧。韩师弟，唐师兄，韩师弟，我听说你得了一些下品灵石，想来一时半会儿也炼化不完，能否借我一点，让我先突破炼气3层？你放心，下个月我就还给你。师兄听谁说的？是朱浩他们。朱浩，看来此人真是个大嘴巴。师兄，不是我不想借你，而是我身上真的没多少下品灵石了。算了，当我没说。毕竟60多块下品，他肯定觉得怎么可能在短短2、3天就花光。等等，你想借多少下品灵石？不要多的，5颗就够了。我还差一点就能将最后一个关卡打通，这样才不会错过这个月的正式弟子考核，不然的话就要等下半年的9月份了。下半年？听师兄的意思，难道考核1年有2次吗？对，3月1次，9月1次。如果错过的话，就只能等下一次机会了。韩师弟，你借我5颗下品灵石，我不会白拿你的。1个月以后还你6颗，我可以给你写一张欠条。那倒不用。记得把本金还给我就行，将来一定还你。师兄客气了，我还有事就不跟你多聊，先行一步。弟子韩林拜见执事大人。韩林，看到韩林这小子我就头疼。那赵长平明里暗里的给我施压，想让我帮忙解决掉韩林，而我又不想给自己惹麻烦，只想把韩林丢到别处去，任凭别人如何折腾都跟我没关系。可送到哪里呢？现在也没地方可以接收啊。禀执事大人，弟子想找您请教一下关于正式弟子考核的事情。你说什么？正式弟子考核？难道你……一般修行之人没有特殊手段，只能通过检查他人的神识波动来判断他人的境界修为。但我不必如此，我的通天线可以很直观地看到别人真实境界，即便有秘法也掩盖不了。怎么可能？你竟然真的炼气3层了？我记得前几天你才炼气2层修为吧？禀执事大人，前几天我确实只有炼气2层，不过已经到了突破的边缘。这几天苦修了一下，就顺利突破了。原来如此啊！我们聊聊正式考核子的事情。谢执事大人。韩林呐，你可真是让我大吃一惊啊！跟你一起入门的那些人，现在可大多才炼气1层呢，你竟然炼气3层了！我只是运气好，赚了一点意外之财，不然也不可能突破的这么快。你不必谦虚，
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嘛。关于正式弟子考核，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。明白了。执事大人，关于考核的内容可以跟我说说吗？这个我没法跟你说太多，但有一点可以提前告诉你，就是考核的地点一直以来都是固定的，就在归元山脉南境的龙蛇谷。任务内容大多是除妖或者寻找灵药之类的，你有个心理准备就行。具体分配到什么任务，全凭运气。明白了，多谢您解惑。你回去候着吧，我先给你提报上去，到时再通知你。是。我以凡人自知你心上就希望能在这接下来的考核中多一些自保之力。韩兄，执事大人让我来喊你，说今天去参加考核。你突破了？前2天刚突破的，就让执事赶紧给我报上去了。倒是韩兄你，当真不显山不漏水啊！要不是执事大人刚才跟我说，我还不知道呢。唐川也不叫韩师弟，直接以韩兄相称，显然已经把我的地位摆在了跟他同一层次。我也是侥幸而已。那我们走吧。这些人全是练习3层，应该和我一样都是来参加考核的。韩师弟，好久不见了。我刚看到你名字时，我还以为看花眼了呢，没想到竟真的是你，当真让我好生意外啊！何师兄，好久不见。言多必失，我还是不就何师兄的话多做解释了。这是微型物袋，里面空间极小，难以传移储纳大型物品，只是方便你们收取任务物品而已。原来如此，果然，内部空间十分狭小，仅仅只有1尺见方。想来这就是这次的考核内容。大家听我说，接下来我再给大家简述一遍考核的注意事项。首先，这是一次决定你们命运的试炼，如果考核通过，就可以成为正式弟子，好处多多。但要是失败，你们将会被派遣出去，到世俗从事打杂的工作，可能一辈子也无法再回宗门，更不能享受到宗门的内部资源，所以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其次，你们的储物袋里面有一枚玉符，是保命用的，如果遇到生死危机，可以将其捏碎，到时会将你们直接送出龙蛇谷。但同时也代表着你的考核结束了，届时若是诸位无法提供任务物品，将视为不合格。所以，是否要捏碎玉符，大家自己心里要有一杆秤，不要等出来之后再后悔，可就晚了。保命符，有这东西在，至少性命是安全的了。相比成为正式弟子，我更看重自己的小命。毕竟人只有活着，才有将来。大家都进去吧，你们一共有3天时间，3天之后，不管有没有完成任务，都将被传送出来。是。韩兄，我们也走吧。刘师弟不看看结果，有什么好看的？他们通过了便是正式弟子，跟我青龙河无关；不通过也会被遣送离宗，不可能再回青龙河。师弟此话倒是让我意外啊，我还以为是你在暗中关照韩林呢，要不然以他的天赋，怎么可能修炼得如此之快？我关照他？哼，我自己都修炼不过来，我关照他干嘛？
那小子的运气倒真是好的让人嫉妒。韩林那小子只用了短短3年，就从一个毫无根基的9灵根突破到了炼气3层。若是别人拿着这么多资源，在2、3年达到炼气3层，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。可他是9灵根啊，突破难度难以想象。那些下品灵石恐怕不够用，而且还得有大量时间消化。难道说9灵根修炼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？韩兄，你的任务是什么？我还没看呢。这玉符必须贴身放着，不然遇到紧急情况，怕是来不及取。铁甲系独角1只，赤练蛇完整尸体1条，银月果1枚，提示了可能出现的大致方位，总比当无头苍蝇四处乱撞强。你呢？跟我一样吗？不一样，我的任务目标是黑狼尾巴1条，青羊角1对，金铜雀鸟蛋1个，还有鸟蛋。这个任务应该比较轻松吧？我也觉得。韩兄，按照提示，我的青羊角任务就在此地右前方，要不我们就此分别吧？好，我也打算去左前方，你我方向不同，就此告辞。按照提示，左前方出去有一片荒草地，那里或许有赤冷蛇出没。上面轻飘飘的一句提示，居然让我走了半个时辰。这蒿草如此茂密，换做旁人怕是要头疼，怎么找赤莲蛇了？不过，这可难不倒我。洞察入微。找到了。锁定容易，想拿下它太难了。我的火球术威力被这些蒿草削弱的太厉害了。没死了！这赤莲蛇连我的火球术都能硬扛，仅仅是砸晕了，连皮都没破。看来跟凡俗的蛇根本不同，不愧是魔兽。赤炼蛇！畜生，敢咬老子！住手！卢师兄，你3番2次抢我的战果，未免有些过分了吧？过分？此物还没进入你的口袋，那就不算你的。韩林，你敢害我，此事没完！神经病！这里是考核之地，暗中恐怕有人监督。若是真杀了他，麻烦就大了。看来也不是太难，这就完成一项任务了。何师兄，我还有救吗？只是初阶赤炼蛇毒而已，我专门带了解毒的丹药，不会有事的。师兄，我是被人暗算的，还可以继续参加考核吗？不行了，不管你是如何离开龙蛇谷的，只要没完成任务，便算考核失败了。不过规矩就是这样，我绝对不会对任何人徇私的，你不必说了。可恶，韩林，我进不去，
也绝对不让你好过。明白了，师兄。不过那韩林暗害同门也得处罚吧？暗害同门是这样的，他将一条没死的赤练蛇丢给我，我不妨之下接住。这仅是你的一面之词而已，更何况那也是你自己技不如人，如何怨得了韩林？是。找了这么久，怎么连银月谷的影子都没见到？是他，进谷后跟队伍走散的那2个女弟子之一，她怎么会在这里？什么鬼？这里的妖兽都这么强的吗？看来火球术这种基础法术威力还是太低了，以后一定要学几门厉害的法术，不然根本无法对付妖兽。咦，这家伙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正好帮我引开他。真是空有一身修为，却没有合适的法术能将其发挥出来，憋屈死我了。我也有铁甲犀角的任务，跟过去看看，说不定能坐收渔翁之利。此剑果然锋利，那女子回来肯定没安好心。我现在灵气只剩1半不到，绝不能跟她多做纠缠。难道跑远了？怎么可能？他竟在这么短的时间就灭杀了铁甲犀，此人不简单，看来只能另想办法了。考核进行至今，参加的18人中，卢星被蛇咬伤出局，另有2人重伤退出，已被淘汰3人。初期妖兽对这群只学了基础法术的弟子来说，同样危险重重。银月果，太好了！最后一样任务物品终于找到了。这下总没有人能抢了吧？看来不少人领了相同的任务，如今任务已完成，我还是赶紧离开的好，免得夜长梦多。眼花了。就真的内有乾坤。天哪，全是下品灵石，单看表面一层，起码就有300颗之多。
要是能全部打包带走就好了。可我根本没有开阔的储物空间，何师兄给的这个又太小，到时还得还。既然带不走，那就只能就地修炼了。糟了，这石门只能从外面开关，里面根本没有控制机关，一旦关就可能被困死在里面。今天已经是考核第2天，外面还有人在打斗，这可怎么办？这么多下品灵石带不走，也无法安心修炼。要是当初没丢掉那个储物袋就好了，虽说只有3尺见方，也能装不少啊。不知道下面有多少下品灵石，干脆直接用来进阶通天之眼。通天之眼2阶需要1万下品灵石，进阶后就能开启安全的储物空间，别人搜身也发现不了。1层、2层、30层，下面足足铺了30层，再往下就全是普通石头了。照这个密度，恐怕就算不够1万颗，也相差无几了。千万要够啊！通天眼进阶必须一次性成功，否则就前功尽弃。成功了。以前只能看到一些光影，现在竟然直接透视了。透视深度还能随灵气和神识改变。竟然还剩了10几颗完整的下品灵石。当真神奇，以后再也不用为储物空间发愁了。这次真是发了一笔意外之财，得赶紧离开，免得惹来麻烦。该出去了。韩师弟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这保命玉符也太不靠谱了，要不是我突破到炼气3层，这一摔非得摔散架不可。这不对劲啊！先前其他人出来都是轻轻落地，怎么偏偏你从半空掉下来了？